曾几何时，万科号称地产资金永不断裂，稳健的资金链一度成为行业楷模。然而现如今，旗下最赚钱的商业地产却被迫七折甩卖，长租公寓业务也面临股权转让，这一切迹象都指向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万科濒临资金枯竭。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卖浪潮中，我们看到了万科资金链濒临断裂的恐慌，也看到了整个房地产行业资金链脆弱的一半。一旦这头行业老大倒下，将掀起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引发整个房地产业的全面崩盘。让我们紧盯这场房地产大戏，看看这个曾经的行业霸主将如何在资金危机的漩涡中苦苦挣扎。七折甩卖摇钱树，万科濒临破产。最先将万科推上风口浪尖的是他出售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50% 股权一事。七宝万科广场可谓万科的摇钱树，凭借其黄金地段和极高出租率，数年来为万科贡献了可观的营收和利润。2020年至2022年，七宝广场营收均稳居万科商业地产之首，即便在疫情肆虐的2022年，其营收也远超其他项目。然而就在今年2月，万科却出人意料地将这枚摇钱树以约 23.8 亿元的价格7折出售给了领展房地产基金。谁也想不到，一向谨小慎微的万科竟会对自家最赚钱的项目动手，而且是以低价甩卖的方式。此番操作无疑引发了外界猜疑，万科是否已濒临资金枯竭，不得不拼命吸售优质资产以筹集现金。疑云且慢扩散，万科似乎也意识到外界的质疑。就在七宝广场项目交割1周后，便有消息传出，万科计划出售旗下长租公寓公司博裕部分股权，潜在买家包括国企。博裕作为万科布局长租公寓的主力军，目前已在全国32城市运营管理 23.6 万间房源，服务超80万新市民和5000余家企业。而在博裕终于熬过亏损期，步入盈利轨道后，万科竟也打算拿了跑路，难怪人人都在惊呼万科要完了。资金链岌岌可危，一场债务危机正在临近。回顾万科过去1年多的表现，我们不禁会感叹这家地产巨头的资金链是何等的脆弱和紧绷。去年，在市场质疑其资金状况后，万科曾不得不求助深圳国资委放嗓门，否认外界对其债务危机的猜测。但就在不久后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还是将其评级给予了下调。而如今，股债双杀的剧烈波动再次让外界对万科的资金链捉襟见肘。我们不难发现，作为龙头房企，万科面临的债务压力确实不小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3季度末，万科的总资产为16467亿元，总负债高达12395亿元，资产负债率高达 75%。其中1年内需偿还的债务就高达580亿元，包括 6.3 亿美元的海外债和100亿元的境内债券。虽然万科手头还有1036亿现金，但要全面覆盖1年内到期债务并维持正常经营，显然还是捉襟见肘。更何况，万科的业绩在去年并不理想，全年合同销售金额同比下滑近 10%， 今年开局也相当滞涩。因此，不难理解万科如今为何卖的卖力出售资产，这无疑是为了缓解燃眉之急，防止出现断供。然而，一旦优质资产被低价抛售殆尽，万科的资金链是否就此崩溃？一场涉及上万亿资产的债务风暴是否就此肆虐？这令外界不得不担忧。地产老大暴雷，后遗症将何其惨重！一旦万科的烂账爆发，无数银行和信托机构都将承受巨大冲击，大批不良资产将应运而生，甚至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酝酿更大的金融危机。更为严峻的是，万科一旦交楼困难或项目搁浅，近600万万科未交楼业主何去何从？上千亿房贷受到冲击，资金链的破裂，
将让房产市场一夜陷入黑暗。新房的无期延迟交付，旧房的贬值加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。整个房地产市场将因此陷入绝境，造成无数家庭的生活秩序遭到彻底破坏。同时，万亿债券违约所带来的连锁反应，也将殃及无数普通民众的养老金、保险金和其他理财产品。到那时，大量民众将一贫如洗，生活水平将直线下滑，社会动荡也将随之而来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一旦房地产市场遭受如此重创，中国经济大循环中的各个领域都将承受不可承受之重。无数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将离中国人而去，导致大量人员失业下岗。各级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将遭受重创，能否完成既定的民生建设，都将成为一个疑问。更可怕的是，万科一旦倒下，势必会导致消费者对房地产的信心崩塌，引发房地产泡沫的恐慌性破灭。据测算，一旦万科破产，将可能引发1万亿元的系统性风险，并可能引爆整个房地产金融体系。最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，比如大量银行贷款恐成为烂尾。整个市场笼罩在一片惶惶然的氛围之中，到处是悲观的情绪和绝望的呼声。最先反映出这一切苗头的，就是资本市场对万科的抛售潮。一向被视为永不陷落的万科 A 股和 H 股，在3月4日双双应声下跌，狂泻近10%的跌幅更是让人心惊胆战。万科的每一分点下跌，都仿佛在敲响着房地产泡沫的丧钟。投资者们对万科的绝望，也在短短几小时内蔓延至整个地产股和银行股。富力地产、阳光城、融创等房企股价纷纷跌逾5%，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等银行股亦应声下挫。仿佛在瞬间，资本市场上的每一名投资者都失去了对中国房地产的信心。更糟糕的是，万科旗下的多只债券也在遭到重创，22万科06一度暴跌逾36%，触发临停；21万科04和20万科08也双双重挫，分别下跌19%和9%。这不至于是资本市场对万科死刑的宣判，一场债务危机的狂风已在眉睫之间。而这一切仅仅是冰山一角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万科真的濒临破产，那将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死亡穿云箭。连这样的行业巨头都难以为继，中小房企将何去何从？他们的命运注定将更加黯淡无光。整个中国社会一旦陷入房地产寒冬，将意味着经济、就业、民生等各个领域的阴云密布。一场比次贷危机、比雷曼危机更加惨烈的系统性金融危机，将彻底摧毁中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。中国或将重新回到贫穷和落后的年代，用数十年的代价去偿还这一切的困顿。